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段家的春节团聚时分，我站起身来为段母夹了一筷子佳肴。妈，您尝尝这块鱼。段母只是淡淡一瞥，随即将鱼肉扔回了餐盘中。在段家众多亲朋好友的注视之下，他这样反应显然是故意让我下不来台。我努力保持镇定，带着笑意说：“妈，过年呢，别动怒。”段母猛地摔下筷子，冷声道：“你说的容易，大过年的我儿子都不回来，你叫我怎么不生气？”接着，段母的话锋转向了我：“如果你能生个孩子，我儿子怎么会连春节都要忙工作，连家都不愿回？”段母的话语犹如利刃，在众人的注视下，我感觉自己被剖析得一览无余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和段明宏的婚姻已经走过了3个年头，这3年里，我努力工作，同时也悉心照料着我们的家庭。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个称职的妻子。如果说有什么遗憾，那就是结婚3年了，尽管我们从未采取任何措施，却始终没有迎来新生命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声突然响起，我立刻站起身，借机离开了这尴尬的是非之地。当我打开门时，意外地看到了段明宏站在门外。我惊讶地问：“你不是应该在加班吗？”段明宏还没来得及回答，他身后就冒出一个人来，笑盈盈地说：“是我让段哥哥回来的，大过年的，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公司加班呢？”他话锋一转，似乎带着责备的口吻继续道：“嫂嫂，你作为段哥哥的妻子，怎么就不知道心疼他呢？”我定睛一看，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，心想：周楚楚怎么会在这里？我第一次见到周楚楚的照片，是在段明宏的钱包里。那张照片上，她穿着校服，笑容灿烂如花。段明宏把这张照片小心翼翼地放在了钱包的暗格里。某次我在为他洗衣物时，那张照片无意中掉了出来。那天，我拿着照片去质问段明宏，我们之间因此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。我们冷战了半个月后，他才向我坦白，那个女孩是他的初恋情人，他们曾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他从小就对她有着深深的爱慕之情。然而，少年时期的爱情往往无疾而终。高中毕业后，周楚楚选择了出国深造，两人之间的联系也因此中断。直到那时，我才从他的口中得知那个女孩的名字周楚楚。后来，我再也没有见过周楚楚的照片。每当问起，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已经扔掉了。听到他这样说，我也就没有继续追问。然而，还未等我完全回过神来，周楚楚已经撞开我，径直走进了屋里。我疑惑地问段明宏：“他怎么会来这里？”段明宏的语气中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心疼。楚楚前段时间回国了，过年一个人挺孤单的，我想着叫他来一起过年，也热闹些。尽管内心有些不快，但我还是和段明宏一起回到了餐桌旁。此时，周楚楚已经坐在了我原本的位置上，正与段母聊得火热，逗得段母开怀大笑。就连平时严肃的段府眼中也流露出了笑意。餐桌上的氛围与我在时截然不同。我站在一旁，默默观察着这一切。我逐渐意识到，在这个场合中，周楚楚更像是主人，而我反而成了那个多余的外人。其实，我一直都知道，段母并不喜欢我，我并不是她心目中理想的儿媳妇人选。我性格独立，不善于讨好他人，既不会做饭，也不会做家务，
用段母的话来说，就是最不适合结婚的类型。在段母看来，我唯一的优点可能就是家境稍好一些，能够让他儿子少奋斗几年罢了。这时，周楚楚回过头来看着我，脸上露出愧疚又惊讶的表情。哎呀，我是不是坐了嫂嫂的位置啊？说着，他便要起身让座给我。段明红却按住了他。大过年的，你怎么能站着吃呢？你好好坐着吧，他站着吃没关系的。周楚楚听了段明红的话，朝他露出了甜美的笑容。他接着转过头来，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，仿佛在等待我的回应。这种态度明显是将我置于众人审视的目光之下，让我骑虎难下。我心中涌起一阵凄凉。同样是过年，为什么他就不能站着，而我就应该默默忍受呢？餐桌上的10几道菜都是我亲手做的，我辛辛苦苦站了一整天，腰酸腿疼，却连一个座位都没有。学会做饭是嫁给段明红之后的事情。段母曾经嫌弃我不会做饭，又抱怨外卖不健康，于是我报了烹饪班，认真地学了半年。虽然不敢说水平有多高，但至少还是能够拿出手的。尽管心里不痛快，但我还是强颜欢笑地说：“没事，你做吧。”周楚楚甜甜地笑着向我道谢：“谢谢嫂嫂，嫂嫂真好。”有那么一瞬间，我捕捉到了她嘴角得意的笑容。就这样，我强忍着不满，吃完了这顿除夕宴。吃完饭，我收拾好餐具，走出厨房，便看到段家的亲朋好友都围着周楚楚问寒问暖。段母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一个红包，递给周楚楚。周楚楚假装推辞了几下，便开心地收下了。而我的丈夫则站在一旁，欣赏着这温馨和谐的画面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的心仿佛被什么紧紧扼住，我一刻也不想多待下去，随便找了个借口，拉着段明红就要离开。然而周楚楚却紧紧握住段明红的手，轻轻摇晃着，眨着他那双水汪汪的眼睛说：“段哥哥，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，你带我一起走吗？你放心我一个女孩子自己回家吗？你以前可是要看着我进了家门才能安心的。”我怎么不知道周楚楚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？看着他们纠缠在一起的手，我心中腾起熊熊怒火，理智几乎要被愤怒吞噬。我脑海里回旋着的只有背叛2个字。我直勾勾地盯着段明红，眼中的怒火只要不是瞎子都能看出来。段明红察觉到了我的目光，他看了我一眼，又心虚地转过头去。走吧！周楚楚欢呼一声，挽着段明红的胳膊走在了前面。看着他俩离开的背影，我反复告诫自己，有事回家再说，在段家实在是不好发作。于是我生生忍了下来。走到电梯口，我发现自己手机忘拿了，只得折右回去，拿到手机，下了电梯，没走几步就是停车场。我远远看见一男一女搂抱在一起，我仔细一看，这一男一女不是段明红和周楚楚，还能是谁？周楚楚带着哭腔的声音响起：“段哥哥，你明明是我的，如果我没有出国，和你结婚的就一定会是我，我们之间根本不会有第三者插足的机会。第三者，这是在点我呢？”此刻我无比的确信，段明红背叛了我。接着周楚楚又可怜兮兮地说：“你看见了吗？阿姨还是像以前那样喜欢我。我们结婚的话，一家人一定会很幸福的。阿姨也不会因为孩子的事情总是生气。”距离有点远，我看不清段明红的神情，只见他抬手拍了拍周楚楚的后背。然后我又看见周楚楚仰头吻了段明红，而段明红没有推开他，
一时间，我怒上心头，只想冲上去把它们撕碎，然后冲进下水道里，和那烂到发臭的垃圾待在一起。但我强迫自己冷静，现在冲上去只会把自己搞得狼狈。大庭广众下出轨的人哪里有什么羞耻心可言？他们根本无所谓。我的吵闹只会让他们更迅速地在一起，我什么好处也没有。深呼吸几口气，我平复好心情，嘴边挂上冷笑，心里有了计划。我倒要看看这对狗男女要怎么演。我故意大声地叫着段明红的名字，他俩闻声慌张地松开彼此。我挂着笑走过去，装作没看见刚才发生的事，嗔怪地对段明红说：“怎么不回答呀？这黑灯瞎火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在偷情呢。”此话一出，他们虽然面上泰然自若，心里却都咯噔了一下。见没人接话，我直接点名：“你说是吧，楚楚？”像是没意料的，我的话题跳得这么快，又像是害怕。周楚楚愣愣的，一副破碎感十足的样子。段明红看得心疼，出来替他解围。你自己疑神疑鬼，来逼问楚楚一个小女孩做什么？怎么会有人在停车场干出轨这样不道德的事呢？他能说出这话，真不觉得违心吗？又怕我再问些什么，他急忙催促道：“走了，回家吧。”我说自己有些醉，想睡觉，于是上了后排，一沾到座位，我便躺下就睡。这番举动就是想给他们腾出发挥的空间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车还没走出多远，在副驾驶的两人就牵上了。他们还真是不怕，敢在我眼皮子底下搞这些。我偷偷拿出手机，按下了录制键，恰好迎来一个红灯，车子停住。他俩非常给我面子的，在红灯的间隙亲了一个，我一阵反胃，真是恶心。我关掉手机，继续装睡。到了小区后，周楚楚跟我们上了同一部电梯，她又是一副惊讶又愧疚的模样。段哥哥是不是还没有给嫂嫂说？我就住你们楼上，这还是段哥哥安排的呢。嫂嫂你不介意吧？怪不得前段时间段明红老说加班，不爱回家，原来是在外面又有了一个家呀。看来今天春节加班也是假的，想在楼上陪周楚楚才是真的。想到这，恶心泛到了嗓子眼，我忍不住白了他一眼。你们都已经先斩后奏了，就没必要装模作样的再问我了。我要是说介意，你会搬走吗？闻言，周楚楚先是装得手足无措，然后眼睛里蓄满泪水，委屈着道：“嫂介意，那我明天不，今晚就搬走。”段明红听我语气不善，立马心疼地把哭泣的周楚楚搂进怀里。他低头温柔地哄着周楚楚，抬眼看向我时，眼里的心疼转变为厌恶。他用教训的口吻对我说：“能不能收了你的大小姐脾气？楚楚又不是你的下人，怎么能这么对她说话？”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和她分开了，可是看见她这么关心周楚楚，难免的我还是难过。正好电梯到了，我立马走出电梯门。实不相瞒，和他们处于电梯的每一秒，我都如芒在背。周楚楚轻轻推开段明红，看着我离开的背影，善解人意地说：“嫂嫂生气了，段哥哥快去哄哄她。我只是受了点委屈，没事的。”段明红的心疼又加深了几分。你就是太懂事了，管他做什么。我哄他只会骄纵他的大小姐脾气。过了2个小时，段明红终于回来了。想也不用想，他一定是哄好周楚楚才回来的。我还以为他俩要干柴烈火的在楼上造人到明早呢。段明红在玄关处换鞋，嘴里也不闲着，开始说教我：“
你能不能别用你的大小姐做派拿巧？楚楚胆子小，你说话这么难听，他会伤心的。他周楚楚是快宝，一委屈就要哄2个小时。我生气的时候，他段明宏连说句对不起都是施舍。我端坐在沙发上，不接他的话。回来了呀？回来了，就把离婚协议签了吧。他震惊地抬头看我，见我脸上没什么情绪，他像是看透了什么般，眼里开始带上厌恶，嘴边带着讥笑。宋清，为了让我也哄你，你也是煞费苦心，拿离婚威胁我，也太下作了吧。我没说话，自顾自地走向卧室。从卧室里，我拿出了我们的结婚照，照片上的我笑得幸福。现在看这照片真是讽刺。我二话不说，把照片摔到他面前，在一堆破碎的玻璃中藏着一张小小的寸照，那是他对我说过已经扔掉的周楚楚的照片。其实我早就发现了这张照片，眷恋我们多年的感情，我没有发作，只是默默地拟好了离婚协议书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没想到今天还真给我用上了。我是到了大学才谈的恋爱，段明宏是我的初恋。我们的初见是在大2的一堂课上，我坐在最后一排，他迟到了，从后门偷偷进来，坐在我旁边。后来分组的时候，我们又分到了一起。在渐渐的熟悉中，我发现他这个人风趣、幽默又细心贴体，不可避免的，我对他抱有好感。认识的时间久了，我就主动向他告了白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答应了我。这么多年，除了婚礼那天，在司仪的要求下，他说过爱我，其他时候他一句也没有说过。我只当他不善表达，却没有想过，从大学开始，他就不爱我。他爱的是他念念不忘的青梅竹马周楚楚。看见周楚楚的照片，他明显有些惊慌，没了他先前盛气凌人的模样。他急切地来拉我的手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侧身躲开他，随即把手机里的视频调了出来。好啊，那也解释解释这个吧。视频里的一男一女正在投入的拥吻，直到绿灯，后面的车传来催促的鸣笛，他们才松开。段明宏看得脸色涨红，恼羞成怒地想来抢我的手机。我眼疾手快，把手机藏在了背后。他吼着质问我，宋清，你发什么神经？谁让你拍的？我冷眼看着他失态的模样，怎么现在知道羞耻了？你做都做了，还怕我拍呀？他喘着粗气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指着茶几上的离婚协议说，很简单，离婚不可能。我摇摇手里的手机，好啊，你不离，我就把高清无码版发到网上去，到时候你就等着你的朋友拿着视频来问你吧。他死死地盯着我，手握成拳，挤出一句话，你还真是恶毒。好好好，那就如你所。他快步走向茶几，龙飞凤舞几个大字一签，把离婚协议扔到我面前。满意了吗？我弯腰捡起来，看了看签名，笑得开心。满意，当然满意。既然离婚了，就请你离开我家。他瞪大眼睛，不可置信的语气，宋清，你居然绝情到这种地步。我反问，我们都离婚了，这房子是我自己全款买的，和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难道你还要赖在我家不走？他愤愤不平，放出豪言壮语，走就走，没了你我过得更好。我耸肩，做了个请的手势，他气得摔门而出。见他气急败坏地离开，我笑着窝进沙发，笑着笑着，我的眼泪流了出来。我和段明宏大2相识，大3我告白，直到毕业结婚，到现在一共是7年时间。我7年的青春就浪费在了这么一个人渣身上。7年间，凡是节日我送他的都是名牌衣服、名牌表，
还带他去高档餐厅吃饭。而他呢，7年如一日，只会送我一束花。当初我还觉得他浪漫，现在看来他不过是敷衍。拿我们的婚房来说，他是我在结婚前买的房子，那时我想结婚，他拿没有婚房推脱，我当即就把自己的房子拿出来做婚房，而他们家却连彩礼都出得抠抠搜搜。段母还美其名曰钱要留着我们明红创业用，你们家有钱也不会在乎这点小钱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真是傻，居然会喜欢他。和段明红结婚，我家里是不同意的，特别是我妈，她认为我们的家境有差距，婚后的生活不会幸福。但那时我对段明红有滤镜，被爱情蒙了眼，对我爸妈软硬皆施，还闹过离家出走，他们这才勉强松了口。想到这里，我拿起手机给家里打了个电话，电话那头传来我妈温柔的声音：“喂，青青。”听到她的声音，我的委屈又涌了上来，带着哭腔开口：“妈，我和段明红离婚了。”电话那头短暂的沉默了片刻，接着响起我爸气急败坏的声音：“他是什么玩意？娶你是高攀了，还敢和你离婚？”我吸了吸鼻子才说：“爸，是我要离的婚。”没有询问我原因，也没有问其他多余的问题。要不要回来住几天？我妈轻声细语地问。领了离婚证我就回来，又闲聊了几句，我挂断了电话，正要回房间打算休息，砰砰2声在我耳边炸开。我扭头看去，原来是烟花呀！我笑笑，在心里对自己说：“宋青，新年快乐。”第二天我还没睡醒，就被电话声吵醒了。我伸手捞过电话，按下接通键：“嫂嫂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是我惹你不高兴了。你要是生气，打我骂我都可以，我还可以跪着跟你道歉。你来接段哥哥回家吧，他是无辜的。”周楚楚哭着说话的声音实在不好听，刺得我耳朵疼。我正想开口骂他有病，就听见段明红的声音远远地传来：“楚楚，明明是宋青的错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卑微，去给他那个疯婆子道歉？”段明红拿过手机接着说：“宋青，你快给楚楚道歉，楚楚原谅你了，我才会回家。”段明红曲解事实的能力真是一流，短短一句话就变成了他自己离家出走，而不是我把他赶出了家门。我迅速按断了电话，一大早的谁要听2只狗叫啊？等我睡了回笼觉起来，已经是中午。打开手机想和段明红说离婚证的事，发现有条好友申请，点开仔细一看，没有备注是谁，转眼去看头像，是周楚楚的侧脸。我没有犹豫，点了同意。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花招要耍。半天不见他没有什么动静，也就没管他了。随即我给段明红发了条消息，叫他回来一起去办理离婚。20分钟过去了，段明红没有回我，又给他打了几个电话，都只有忙音。我心想算了，晚点再联系。无聊中点开了朋友圈，第一条就是我不想见到的人。早上还在给我哭哭啼啼打电话求原谅的周楚楚，笑靥如花地靠着段明红，比着剪刀，背景是皑皑的白雪，手文案是终于又在一起了。我冷笑，怪不得加我好友，原来是想炫耀。再看底下还有个统一回复，既然大家都问了，我就说一下，不是我男朋友，是小时候的哥哥了。我忍不住吐槽，戏真多。段明红还是一如既往的爱逃避问题。过去只要我们一吵架，他就玩消失和视为不见，电话不接，消息不回，等他自己气消了，他才会回家。既然段明红这么喜欢玩消失，那我也玩玩吧。他不是说我不道歉就不愿意回家吗？
我们都离婚了，就让他无家可归好了。我退出朋友圈，在网上找了个中介，把房子挂了出去。这套房子是套三室，地段很好，加上价钱便宜，不少人来捡漏。短短3天，已经有10几波人来看房了。我没有多犹豫，迅速和一对年轻夫妻达成了交易。签售房合同那天，我把段明红的东西打包给了垃圾站，他的东西和他本人一样，都只配待在垃圾站里。做完这些，我拖着行李箱回了我家。我家就在本市的郊区，回去没花多少的时间。一到家门口，家里的保姆就迎上来给我提箱子。我爸在本市做酒店生意，家里还算有点资产。这套郊区的别墅，我从小住到大。段明红第一次来的时候，站在门口啧夸赞了好久，说第一次见这样豪华的别墅。段母知道我家住别墅，给的婚房却是个套3的时候，明里暗里的表达过诸多不满。一进客厅，我妈就拉着我东看看西瞧瞧，心疼地说：“你瘦了。”我抱了抱她，安慰道：“没有瘦，是我们太久没见了。”是啊，我们太久没见了。自从和段明红结婚，我就围着我们的小家转，很久都没有回家一趟看看父母了。想到这里，我愧疚地说：“妈妈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任性了。”我妈笑笑，拉着我的手，说什么傻话，回来累不累呀？快来坐，别站着了。我和我妈在沙发上一坐下，她就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沓照片，一张张的翻给我看，看看有没有喜欢的，都是些青年才俊。我哭笑不得，妈，我还没拿到结婚证，没拿到也不妨碍约出来吃顿饭，交流一下兴趣爱好。不愧是我妈，把相亲说得这么脱俗。第2天，我在家里的花园里修剪花枝，段明红的电话急匆匆地打了过来，我看一眼没接，又一个电话响了2声，我就挂了。直到第3个打进来，我才慢条斯理地接通。喂，宋清，你发什么疯？大小姐的脾气发够了吧？一声不吭就把我们的房子卖了，是在通我和楚楚向你认错道歉吗？你快给我找个新房子。我回家打不开门，叫人来开锁的时候，被人报警抓了。我噗呲一下笑出了声，他这么狼狈，我终于有点解气了。你笑什么笑？我擦了擦眼角笑出的泪，我笑贱人。宋清，你……电话那头的段明红深吸了一口气，放轻了声音：“宋清，别闹了。”我收敛了笑，严肃道：“我没闹，我们离婚了。”段明红，至于房子，是我全款在婚前买的，我有权利处置它。那你也应该和我打声招呼，怎么能擅作主张？我淡淡反问：“我为什么要和你打招呼？你把周楚楚安排在楼上和我打过招呼吗？你把她带回家过年给我打过招呼吗？”宋清，别任性了，我已经够包容你了。我和楚楚说清楚了，她以后只是妹妹，你别吃醋了。她什么时候包容过我了？只有我去低声下气的去求她一次又一次。还有，她段明红还真是自信，都这种时候了，还自认为我是在吃周楚楚的醋。我再说一次，我没吃醋。我们离婚了，离婚协议你也签了，只等领了结婚证，我们就是陌生人。你可以去楼上和你的小青梅住在一起，重温旧情，也可以回你家去和你父母住，好好当你的大孝子。不等他开口，我又不耐烦地说：“就这样吧，别狗叫了。我给你1天的时间准备离婚要用的材料，后天10点我们民政局门口见。你要不来，我就拿着你出轨的视频去找律师打官司。”说完，我干净利落地挂了电话。结果到了晚上，我接到了一通没有署名的电话，电话接通，伴着嘈杂的音乐声和人声。“喂。”
喂，是嫂子吗？我是段哥的朋友，他喝醉了，吵着要你来接他。我嗤笑，真是拙劣的手段，那就让他喝死好了，这样我就不是离异，是丧偶，反而更干净。段明红在电话那头大喊：你做梦，我不会离婚的。我假装听不见，漫不经心道：太吵了，听不见，挂了。刚挂了电话，我父母就来敲响了我的房门。我打开门问：爸妈有事吗？我妈率先开口：青青啊，上次你说可以的那个男生，妈妈帮你约了明天吃饭。我扶额叹息：妈，我就指着照片随便说的，再说了我一个离过婚的，人家看不上。我妈好声好气地劝说：妈妈都帮你约好了，你就当去和朋友吃个饭好不好？她之前也结过婚，女方有问题就离婚了，情况和你差不到。此时我爸也在一旁帮腔：是啊，那男生不错，你就去看看，他家和我们家还有生意往来，家底清白，为人很好。我妈又接话，语气变得严肃：你一直拒绝，难不成你要给那姓段的守节？妈，我没有。我弱弱的反驳：那就说好了，明天中午2点，维纳斯西餐厅。我妈撂下这句话就拉着我爸走了。第二天中午，我站在餐厅门口，看着用艺术字体写的维纳斯西餐厅几个字，我犹豫了一下，心里反复安慰自己好几遍，只是和朋友随便吃个饭。进到餐厅里，我向服务员报了预约信息，服务员引我到包间坐下。没一会儿，包间的门被推开，一个穿着衬衫西装裤的男人推门进来。我抬眼望去，他的头发整齐利落地往后梳着，露出好看的额头和五官，给人一种成功男人的视觉感受。他朝我笑笑，礼貌地说：宋小姐你好，抱歉来得晚了，路上有些堵车。我摇头，表示自己不介意。他又介绍自己：我叫简成，宋小姐叫我名字就好。我叫宋青，你也叫我名字就好。不得不说，和简成吃饭非常的愉快。他这个人举止都很有风度，又谈吐不凡，说起一些小事也讲得有趣。中途我想去厕所，出了包厢，迎面就看见了段明红和周楚楚。哟，这不是昨天晚上在酒吧买醉的大情种和他的青梅竹马吗？周楚楚率先看见了我，他扯了扯段明红的袖子，提醒段明红。段明红转头看我，随即带着一个服务员走过来，指了指我，理所当然地说：我的账就让他来结。服务员把账单递过来，带着得体的微笑：你好，女士，这是这位先生的账单。我瞟了一眼，消费2万多，他一个月的工资都没1万，最近又带着周楚楚吃喝玩乐，怕是已经没什么钱了，现在居然还打肿脸充胖子，带周楚楚来这种高档餐厅。我推开账单：对不起，我不认识这位先生。服务员又把账单转向段明红，嘴上含笑，眼里却是付款的催促。宋青，你这别扭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们还没正式离婚，不过让你帮我付点钱。你装什么不认识我？我无视他的吱哇乱叫，对服务员说：你听见了吗？我和他要离婚了，所以他的消费我不能买单。如果这位先生没钱，想吃霸王餐，我建议你报警。服务员点头表示明白，语气变得强硬：先生，请您付款。段明红用怨恨的眼神看我，我没说要吃霸王餐，又问服务员：扫哪里？服务员指了指2维码，段明红掏出手机去扫，我看见他换了2个支付软件，都是余额不足。最后他赶鸭子上架班，掏出自己的信用卡刷卡。我抱胸含笑站在一旁，看他能不能付上这顿饭钱。服务员刷卡，
刷卡机上显示超过额度。段明宏的脸上精彩纷呈，红一阵白一阵的。服务员看他的眼神开始变得很不善。此时周楚楚站出来，既然嫂嫂有钱，不愿意给段哥哥用，那就我来付吧，真够茶的。这句话赚足段明宏的好感，又拉踩了我一下。支付成功，服务员换上微笑的脸，感谢消费，欢迎下次光临。服务员离开，段明宏开始对我放狠话，得意起来。你是故意让我难堪，想让我道歉，求你原谅对吧？没想到吧，我再落魄都不会求你的。他以为自己是谁？我根本不稀罕他的道歉。你自己付不起钱是你的事，我怎么给你难堪了？是我要吃帝王蟹、龙虾、牛排的吗？你认清事实，我要和你离婚了。别装疯卖傻的，当作什么都没发生。说完，我撞开站在路中间的两人，走向厕所。走了几步，我又停住，给你个忠告，好好安心做你的软饭男，没钱就不要出来惹人笑话。经过这个插曲，我有些兴致缺缺。20分钟后，和简成付款出了餐厅。一出门，我就听见了段明宏的声音：“宋清。”我转身看去，只见段明宏怒气冲冲地走来，周楚楚在他身后小跑着想追上他。我小声嘀咕着：“这对瘟神怎么还没走？他是谁？”段明宏指着简成质问道。追上来的周楚楚也没好到哪里去，一开口就是一通阴阳怪气。嫂嫂叫完，还突然意识到自己犯错似的捂住嘴：“不好意思，忘了你和段哥哥快离婚了。这位是你新交的男朋友吗？可你和段哥哥还没正式离婚，你交男朋友是不是太着急了点？你和他不会是早就认识了吧？”他这话里话外的都在暗示我婚内出轨。听到这里，段明宏换上了嘲讽的语气：“我就说怎么闹着非要离婚，原来是在外面早就有姘头了。”说着，目光赤裸裸地上下打量简成。本来就是我和段明宏两个人的事，要是把无辜的简成牵扯进来，就太不人道了。我把简成拉到身后，顺道讥讽他俩：“别以你们那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你们以为大街上的人都像你们俩一样不干不净啊？”这句话一出来，引来了不少路人的侧目。周楚楚发现了路人探究的目光：“段哥哥，我们不是想等青青姐出来好好谈谈餐厅的事吗？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说吧，也许是有什么误会呢？”青青姐虽然是脾气大了些，但她大概率不是那样的人，吃的午饭都要被这一声青青姐给恶心出来了。她良想些什么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我翻了个白眼：“不了，你们不就是把我当有钱冤大头，想让我把你们今天吃饭的钱给你们吗？”宋清，别说的这么难听。段明宏训斥道。我反问：“我说的不对吗？再说了，我就是大小姐脾气，说话就这么难听。最重要的是，我1分钱也不想给你这个软饭男。你要是有闲心，不如好好把离婚的材料准备一下。”软饭男这个词接到了段明宏的痛处，他紧握拳头，眼皮飞快地跳，几乎是用吼：“钱不给就不给，我也不稀罕。我就想问你，难道你就这么想离婚？这么些天了，我表现得还不够清楚吗？居然还在问我。”我点头，诚恳地说：“巴不得马上就能离。”他一连说了几个好，去民政局，我们马上就离。我喜不自胜，有点不敢相信地问：“真的？”意识到什么，我又说：“不行，今天不能离。”段明宏听了这话，一脸得意地看我，那表情像在说：“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。”看着他小人得志，我还是为自己解释道：“别自作多情，民政局马上下班了，
今天肯定来不及，明天10点不见不散。听了这话，段明宏气急败坏地走了，周楚楚也紧跟着他离开。10点，我准时到了民政局，等了几分钟，见段明宏臭着脸进来了，他的身边一如既往地跟着温柔小意的周楚楚。他见到我，用居高临下的口吻说了句：“要是今天离了婚，以后你别后悔。”他真以为自己是什么金镶玉的香饽饽呀？我呵呵一笑，反唇相讥：“以后谁后悔还不一定呢。”他睨了一眼我：“你别自以为是，你就是一个不能下蛋的母鸡，也就只会要大小姐脾气。我离开你只会过得更好。”我把话放在这里，我段明宏永远也不会后悔。我意味深长地打量着他，半想吐出句，也不知道谁不能生。他像是被按中了什么开关，反应激烈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耸肩并表示没什么意思。从民政局出来，我拿着离婚证，在路边看了又看，掏出手机拍了张照发朋友圈，配文喜事，把手机和离婚证一起放回包里。抬头就看见一辆黑色的车停在我面前，车窗被摇下来，露出简成英俊的脸。不知道我有没有荣幸送这位美丽的小姐乘？我疑惑地问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问了你妈来的，专门来拯救落难的公主。我笑着打开车门，上了副驾驶，车子启动。我通过后视镜看见段明宏一张脸气得发绿，我哈哈大笑，心情愉悦，正想和简成找点话题聊，手机就响了起来，看了一眼，是段母，想也不想的点了个加入黑名单。接着我收到了一连串短信，粗略一看，有质问我为什么离婚的话，有骂我不识抬举的话，还有狮子大开口找我要离婚费的话。我统统无视，把他们一家人连带着周楚楚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。一个合格的前夫和前婆家，最好是要像死了一样退出我的生活，不然我可不想被他们时不时的膈应一下。回到家里，我立马给父母分享了已经离婚的好消息。我妈又问起：“你觉得简成怎么样？我可看见他送你回来了。”我想也没想就说：“挺好的。”我妈又试探一番：“听你这话，你们是成了？”我说：“八字还没一撇呢。再说了，哪有才离婚就谈恋爱的？我目前没有再婚的打算。经历这么一番事，我明白靠谁都是靠不住的，要靠就靠自己。我想好好发展自己，再考虑其他的事。”又和我妈说了几句有的没的，我就上了楼。春节假期一结束，我辞掉了高薪的工作，在父母的支持下开了一家设计工作室。简成也给了我不少的帮助，一开始接了些零散的小活度日，后来渐渐的有了一些稳定的项目。有一天在餐桌上，我爸说起段明宏，说他因为在工作中屡屡犯错被辞退了，有一段时间没听到他的消息。乍一听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。当初大学毕业之后，段明宏高不成低不就，在找工作上一直不顺利，于是我就想用家里的关系给他找份好工作。求到我爸那里之后，我爸勉强同意让他进自家公司，从实习生做起。他那时还说要用实力证明自己，绝对不会给我丢脸。进公司2年，他升了一个项目组长，到被辞退前，他还当着项目组长，没有一丝进意。我知道他没那个能力高升，一辈子只能是个庸庸碌碌的人。平时犯错，管理人员看在我的份上，不会辞退他。我和他离婚后，他再犯错就不会有人包容他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我收到了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，内容是一串链接。一般这种短信我都当垃圾短信处理，
正想删除短信时，又接二连三地收到了信息。定眼一看，赫然是这么一段话：我是周楚楚，我可以让你再见见段哥哥，我邀请你来见证我们的幸福。好奇心促使我点开了链接，链接跳转，开始自动播放婚礼请帖。我一算，距离我们离婚不过几个月，他们的动作还真是快。我耐着性子看完，最后给周楚楚回了句：不了，我怕你们的幸福污了我的眼。段明宏被此后就用父母的房子做抵押向银行贷款，自己开了一家公司。周楚楚也进了公司做他的秘书，但是公司的收益不理想，不到半年就倒闭了。银行催还款的电话一个又一个的打过去，不还钱就要收走段父段母的房子，他被逼得没法，只能用父母的房子抵债。后来他找了一份工作，在一家小公司做事，但他上班那点钱怎么够他花？为了维持自己以前奢侈的生活，他去借了网贷，直到借贷的人找上门来，段家人和周楚楚才知道，段明宏又在外面欠了一大笔钱。因为这件事，段父被气得住院，周楚楚也和他结束了不到1年的婚姻。这些事是我听段母亲口说的，他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我工作室的地址，在我工作室门口撒泼打滚，叫嚷着是我的劣根性，把他儿子变得穷奢极欲。我冷眼看着他躺在冰冷的地上打滚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，要怪只能怪段明宏自己。我无视段母的哭诉，拨打了110，很快警察来了，将段母带走。后来段母再也没有来找过我。过了不久，我听说段母为了救段父，把老家的房子卖了，段明宏也辞掉了工作，每天浑浑噩噩的混日子。他父母也和他断绝了关系。就这样，段明宏的人生急转直下，跌入谷底。周楚楚的日子也不好过。离婚后，他拿着段明宏给的钱去了国外，可没多久就花光了，又灰溜溜地跑回国。为了生活，他只好找了一份工作。可是周楚楚从小娇生惯养，哪里吃得了苦，没干多久就辞职了。后来我听说她为了钱，嫁给了一个50多岁的老男人。老男人对她不好，经常打她骂她。她想离婚，可老男人不同意，还说如果她敢离婚，就让她全家不得安宁。周楚楚为了家人，只好忍气吞声，而我也开始了新的生活。我的设计工作室逐渐步入正轨，生意越来越好。我也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和事。我开始尝试新的事物，学习新的技能。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现在的生活，也越来越享受这种自由的感觉。我不再被过去束缚，也不再为未来担忧，我只关注当下，珍惜每一天的生活。而简成也一直在我的身边陪伴着我，他对我很好，很体贴，也很尊重我。我们之间没有太多的甜言蜜语，但却有着深深的默契和理解。我知道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道光，照亮了我前行的路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和简成一起去看电影。电影结束后，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突然下起了大雨，我们都没有带伞。简成脱下外套披在我的头上，然后牵起我的手在雨中奔跑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我知道我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，而段明宏和周楚楚，他们或许还在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，但我已经不想再关心他们的事情了。我只希望他们能够学会成长，学会珍惜眼前人，不要再让自己陷入无尽的痛苦和悔恨之中。就这样，我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享受着每一天的美好。我知道，
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。而段明宏和周楚楚的故事也成为了过去式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，有时候我们会迷失方向，但只要我们勇敢面对，努力前行，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老公和婆婆的母子关系非常好，经常在我面前搂搂抱抱。备孕期间，我在他枕头下发现一盒药，女性避孕药，并且意外得知他们母子根本没有血缘关系。发现庞程不对劲，是因为一盒药，避孕药。而我为了能早点怀上孩子，已经断断续续吃了大半年的中药了。在柜子里发现这盒药，我浑身冰冷。就在这时，卫生间里传来婆婆的声音：“程子，帮妈拿下内衣。”瞬间，我脑袋炸开。没等我抢先一步阻止，庞程已经拿了婆婆的内裤胸罩送进卫生间了。等她出来，我把她叫进房间。不是跟你说了，即便你们是母子，也要做到男女有别。我还在家里，为什么拿衣服这种事不让我来？想起之前种种，我血压都上去了。婆婆和庞程关系好，这一点我婚前就知道，但不在一起生活，根本想象不到一对母子关系能好到让我这个媳妇膈应。大夏天的，婆婆可以光着上身在家里走来走去，全然不管她儿子也在旁边。洗完澡，裹了一条浴巾就出来了，有时候还让庞程给她送毛巾送衣服，甚至有次还叫庞程进去给她搓背，就差2人一起洗澡了。想到这儿，我语气不善，你们也稍微尊重我一下好不好？我哪里没尊重你了？李小燕，你能不能正常点？那是我妈。庞程扫了我一眼，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厌恶。你脑子里整天想什么呢？我愣住了，一口气差点没上来。卫生间里，婆婆又在喊：“程子，帮妈搓下背。”庞程下意识地看了我一眼，最终没进去。我有事儿要先去公司，我让燕子给你搓呀。说完，他随便拿了件外套就出门了。我走到卫生间门口敲了敲：“妈，我进来了呀。”“不用了，我快洗好了，你去把厨房里的青菜洗了，等会儿做饭了。”婆婆的声音从里面传来，听着不咸不淡。婆婆拒绝我搓背也不是今天第1次了。老实说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我再好，哪有人家亲儿子搓背舒服？我以为这件事不过是一个小插曲，心里在膈应，过一会儿也就放下了。可等到了晚上，我才明白这事儿还有后续。庞程加班，晚饭是我做的。婆婆说不舒服，我刚做好饭就出门帮她买药，跑了2、3个药店才买到婆婆说的那种药。我马不停蹄的刚回到家，迎面就挨了2巴掌，啪啪哗啦，我手里的袋子落了一地，药都洒了出来。早知道你是这么狠心的女人，当初我说什么都不会娶你。庞程暴跳如雷，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悲愤交加：“你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我妈生病，你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，自己跑出去浪了，打你都算轻的。”庞程满脸铁青，全然看不出从前对我百般恩爱的模样。这时，婆婆从房间里出来了，她靠在门框上，一副快要断气的模样。“程子啊，你别跟小燕儿计较了，她年轻爱玩，很正常的。她这不已经帮我把饭做好了吗？千万别吵架，两口子过日子那是要一辈子的。我又不怪她，你干嘛还动手呢？”她有气无力地说着话，看我的眼神藏着不怀好意的笑。我浑身颤抖起来。婆婆是故意的，明明是她说自己不舒服，让我去给她买药。
我一把捡起地上的药袋，摔在庞成脸上。你自己看清楚，我要是出去浪了，买这些东西干什么？庞成看了一眼药，脸色更差了。李小燕，你真是越来越过分。这些药里面有我妈过敏的成分，她会让你去买。他怒不可遏，将药摔在地上，直接踩烂。你编个谎话也该动动脑子。什么？我傻了眼。没等我继续为自己争辩，婆婆突然两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庞成见状，急忙将人抱起来往医院送。看着她抱着婆婆的样子，我没来由的心头咯噔一下。我望着四周安静的家，突然一种彻骨的寒意漫上浑身。10年前，我和庞成在大学里相识，那会儿我青春可人，他儒雅博学。我们俩在图书馆相遇，此后慢慢接触，最终走到了一起。我以为我遇到了爱情，相爱10年，从未怀疑过。然而到了这一年，公公年初突发疾病过世，是我主张将婆婆接来一起住，方便照顾。当时庞成听到我的提议，感动得紧紧抱着我。小燕，我会对你好的，你对我好，我也对你好呀，咱们可是要在一起过一辈子的人呢。回想起这一段，我的脸上火辣辣的疼，是庞成打的，更因为觉得自己可笑，这脸被打真的疼啊。我自认做到了一个好儿媳应该做的，对婆婆嘘寒问暖，给她准备新房间，给她买衣服、买吃的、买首饰，还带她出去逛街购物、散心聊天。可以说，我对我亲妈都没有这么用心过。可我的真心换来的是什么？是婆婆永远不冷不淡的态度，是庞成渐渐变得冷漠绝情，甚至于我都不知道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这一次，我再傻也明白了，婆婆在针对我，哪怕原因不明，她确实不喜欢我，甚至可以说讨厌我。因为我挨打后，她眼神里的雀跃可骗不了人。我收拾了几件东西，去了闺蜜陶陶家。得知我的来意，陶陶大吃一惊：“你疯了？庞成敢对你动手，你不告诉你家人弄死他？这才结婚几年啊？你爸妈本来就不同意你和他结婚，要不是你执意下嫁，哪里轮得到他当李教授家的女婿？”我何尝不知道陶陶的话句句属实，才刚一开口，我泪如雨下。让我待几天吧，我实在没脸回去。坚持了10年的真爱，却变成如今可憎的模样，我自己都没眼看，更不要说原本就不看好庞成的我的父母。或者我说，我还在等一个机会，给我自己，也给庞成。我真的不愿10年感情就这么付之东流。睡在陶陶家，我昏昏沉沉过了2、3天，期间庞成连一通电话都没给我打过，仿佛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我这个人。我忍不住了。这天中午，我趁着庞成在公司，悄悄回了一趟家。才短短3天不到，这个家已经变得让我认不出来了。我精心准备的天蓝色小白花桌布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又土又丑的暗粉色油布。桌子上的花瓶也不翼而飞，里面的花是我离开当天才买的。这个季节放上10天半个月也不会枯萎。架子上原本放着我拖鞋，而现在是另外一双完全陌生的深粉色鞋子，不是我的，我不认识，也没见过。看到这些，我的心颤抖起来。这个家像是凭空出现一只大手，要将我留下的痕迹全都抹去。房间里静悄悄的，我一步步走到主卧门口，突然听见里面有人在里面打电话。嘻嘻，那个女的已经走了，想跟我斗门都没有。是婆婆的声音。我下意识地捂着嘴，屏住呼吸，打开手机摄像头，对准门缝开始录像。城里女娃娃不都是这个样？
被养得娇里娇气，懂个什么呀？她不是大学教授的女儿吗？家里一定有钱，到时候这套房子归我和庞成，我就能在城里站稳脚跟了，也让乡里那些人瞧瞧，我葛明华也是有头有脸的城里人了。哼，庞成怎么会不舍得跟他离婚？他还不知道呢。庞成啊，对我是言听计从，嘿嘿，那是。要说还是年轻的男人更好些。你瞅瞅庞成，看着都心动。这2天那女的不在，我夜夜都跟庞成一起睡。听到这话，我仿佛被一道雷劈中了，耳边咚咚直响，都是我疯狂失控的心跳声。抖着手，我轻手轻脚溜了出去，躲到小区里的花园中，冷静了好一会儿。我还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，婆婆和庞成居然有暧昧关系，他们可是母子呀！这要是传出去了，我们一家都不要做人了。我的心扑通扑通狂跳，理智告诉我这不可能，但刚刚亲耳听到的一切又是那么真实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查清楚，在这2个人闹出更大笑话和丑闻之前，我不能放任不管。我花了一笔钱，请人专门回庞成的老家，好好查清楚，然后去陶陶家拿行李，一阵风似的杀回了我的家。没错，这是我的家，我的房子。结婚时，庞成家里掏不出钱，这还是我爸妈给我买的婚房。之前庞成没少提过加名字的事情，只可惜这是我的婚前房，房贷还没还清，加名字是不可能的。况且我爸妈本就不喜欢庞成，更不可能额外拿钱出来给我提前还清房贷，好让庞成得偿所愿。现在想来，我一阵庆幸，要不是爸妈咬死了不松口，说不定现在房本上真的有庞成的名字。推开房门，我故意弄得动静很大，婆婆在房间里听到了，连忙出来查看。你怎么？她看见是我，瞪大了眼睛，满脸吃惊。妈，一会儿晚上吃神户牛排吧。我温柔地笑笑，我已经订好了，等会儿会有专门的厨师到家里来，亲手做给我们吃。什么？婆婆一阵错愕。我大刀阔斧将客厅里原本不属于我的东西统统丢掉，丢的时候压根不去看婆婆难看的脸色，她只要跳出来想阻拦，我就拿家庭妖秘大厨即将登门来塞她的嘴。一听到这样的大厨很难请到，而且我已经把钱付掉了，婆婆只好咬着牙关强忍着。住在一起将近1年，我对这个婆婆多少还是了解的。她节俭抠门，不舍得花钱，但有个例外，她喜欢花我的钱。我花了这么多钱，要是她自己还没能享受到，那比拿刀捅她的心窝还难受。我趁机丢了一批东西，也从中查到了一些蛛丝马迹：2只用过的避孕套，1个拆过的快递盒子，里面有张单据。我拿起来看了一眼，很好，居然是情趣内衣。这些都不是我用的，强忍着恶心，我把这些东西拍照，然后一样不留，全都丢进垃圾桶。没过一会儿，庞成回来了，看见我站在楼下等他，他脸色变得古怪极了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上前挽着他的胳膊，笑道：这是我家，我不能回来吗？还是说你想跟我一直冷战分居下去？我凑近了，委屈巴巴地告诉他，我怀孕了。啊！庞成又惊又喜，真的？我用力点点头，从包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验孕棒递给他，你自己看。验孕棒上显示的是2道杠，阳性。庞成喜出望外，一把将我抱起来，原地转圈。太好了，燕子，我要当爸爸了。我也大笑着，只不过眼神冰冷。我根本没有怀孕，这一切都是我主导的开场好戏。我们俩一起亲亲热热地回到家，婆婆看见我和庞成如此亲密，
脸上的笑容差点没稳住。我故意没看出来，反正幺蜜已经点了，要好好享用。吃着神户牛排的时候，我冲着婆婆笑道：“妈，我怀孕了，你快当奶奶了，高兴不？”婆婆的笑僵硬在脸上，不上不下，言不由衷。我故意又大声说：“橙子，你看妈，高兴的都不会说话了。”她低下头，眼神躲闪，口中支支吾吾。庞程是真高兴，但她却不敢去看婆婆的眼睛。果然，这两个人有问题。一想到垃圾桶里用过的避孕套，我的心又是重重一沉。他们该不会真的已经突破了伦理边缘吧？如果是这样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握紧了拳头，一时间心乱如麻。因为怀孕这个消息，连续好几天，庞程和我仿佛回到了恋爱时期。他一直围着我打转，分享他的一切，担心我的感受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多希望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在做梦。可我知道那不是梦。无论有没有婆婆这段事，她动手打我。打开一看，里面的内容让我大吃一惊。原来庞程根本不是婆婆亲生的，而他们俩远在跟我认识之前就有过一段。现在的这个婆婆名叫葛明华，是庞程去世老爹的第二任老婆。她比庞程大9岁，比庞老爹小12岁。庞程年幼的时候被父母寄养在大伯家，葛明华就住在庞大伯隔壁，两人早就认识了。只不过因为年龄差距较大，那个时候的庞程只把葛明华当成姐姐。农村姑娘结婚早，葛明华19岁就嫁去隔壁村，可惜结婚3年未满，丈夫就病死了。一个寡妇回来后，自然也有不少人抢着说媒，只是葛明华眼界高，挑来挑去都看不中，一拖又是几年的光阴。而那时庞程17、18岁，正是半大的小伙子，谁也不知道，就在葛明华待在家里的这段时间，他们俩竟然产生了情愫。可惜两人好了没多久，庞程就考上了县里的高中，离开了村子，进而又考入省城里的名牌大学。越走越远，这一走，他和葛明华的这桩往事也就埋入深渊，更没有什么人知道了。外面的大千世界多精彩，葛明华长得再标致，也只是个嫁过人的农村女人，哪里比得上我这么一个水灵白皙的城里女孩？我父母都是高知，外祖是富商，爷爷奶奶都是名医，这样的家庭里出来的女孩子，谁见了不心动？我和葛明华之间怎么选，根本不用思考。庞程是他们村子里难得的大学生，要他大学毕业后回去娶一个比他大将近10岁的寡妇，他也丢不起这个人。两个人就这么断了，大约是为了报复庞程吧。葛明华转头没多久就嫁给庞老爹，成了他的继母。看到这里，我又想笑，又觉得无比恶心。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原来是庞程的年纪也造假了。他小的时候家里穷，村子里也没学校，要走4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去上学。他到10岁才上1年级，第1年、第2年高考接连失利，他又复读了2年才考入我们后来的学校。这么一来，他实际根本和我不是同龄人，他至少比我大了5、6岁。他一直说自己看起来比我老，是因为常年在农村里吃了苦头。我当时信以为真，还特别心疼他。结婚后，我没有让他做什么家务，都是我这么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料理家内家外，往事种种浮上心头，我恨不得抽自己2巴掌。一想到我之前把葛明华当成亲妈，对他百般照顾，我就怄得满心愤怒。没想到他根本不是长辈，而是我的情敌。再想到他们俩在卫生间里一起洗澡搓背，
我眼前一黑，巨大的羞愤差点将我吞没，一阵难忍的恶心涌上心头。我趴在办公桌上干呕不止。我没把这事儿告诉任何人，没脸提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这样才能把伤害和损失降低到最小。收好这些资料，我一时间不知所措。婚是肯定要离的，但怎么离是个问题。我更想让这对不要脸的人付出代价。凭什么要将我的人生连根拔起？凭什么浪费我10年的时间，还毁了我对婚姻、爱情、家庭的无限想象？我想要的很多吗？我不过是想好好生活，过平凡幸福的小日子，这也有错？回到家，葛明华坐在沙发上吃橘子，庞成靠在他旁边，正在给他一半一半往嘴里喂。我差点没吐出来，刚觉得恶心，人就真的呕了2下。庞成见状，赶忙过来抱着我，帮我不断拍着后背。你没事吧？我强忍着恶心，别过头，装作浑身无力的样子。我也不知道咋了，闻不得橘子的味道。要不你让他去阳台吃吧。是的，我连妈都不想喊了。这个女人哪里配得上这样的称呼？葛明华瞪大了眼睛，不就怀个孕？是个女人都会怀孕的。你装什么装呀？别吃了！庞成见我难受得很，冲着葛明华大吼一声：“都吃了1个下午了，当心撑坏肚子！”然后我看到葛明华愤怒的眼神，他敢在这儿和庞成撕破脸吗？显然不敢。他抹着眼泪躲进了厨房，把客厅留给我和庞成。可我不想和庞成单独相处。跟这个男人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令我无比窒息。于是我说，我还有个设计图要画，这段日子我先睡书房，省得打扰你休息。燕子，干嘛这么拼？你现在怀孕了，更要好好顾着身体。庞成皱眉，似乎不赞同我这个决定。就是怀孕了，所以更要努力呀。我想在孩子出生之前多攒点钱，这样你负担也轻一点。等我爸妈来了，他们不也能对你好些？说到这儿，我干脆又添了一把柴。要是能让他们早点同意房本上写你的名字，不就更好了？你说是吧？这话成功让庞成心动了。我这套婚房面积大，地段好，装修豪华，庞成惦记好久了。听我这么说，他没有再阻拦。好吧，那你可要照顾好自己，千万别累着。我会的。我故意笑得温柔。得知我和庞成分居，葛明华高兴坏了，他特地给我做了2顿饭，表达关心。可惜我孕反严重，一口没吃。我悄悄给各个房间都装上了监控，庞成和葛明华都不知道。我就是要这样，给他们来一个彻底的爆炸。意外还是来了。1周后，我发现自己真的怀孕了。从医院出来，我整个人都懵的。这个孩子来得太不是时候了。如果再早2个月，我一定会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宣扬给全世界知道。和庞成结婚到现在，我肚子空空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我多想生个和他骨血相连的爱情结晶，只可惜却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家里的事情还没处理好，庞成和葛明华的关系还是一团乱麻。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真的怀孕呢？对于这个孩子的去留，我还没想清楚。很快，家里的监控让我发现了一个令人错愕的真相：葛明华竟然给我的水杯里下药。我看见他偷偷摸摸溜进书房，在我喝水的杯子里放了一小包药粉。很显然，我已经喝过那个杯子里的水了，而监控上显示的日期，他就是昨天晚上下的手。难怪我今天一直觉得有些不舒服，还以为是孕早期不适应。意识到这一点，我浑身冰凉，赶紧再次去医院。还在排队挂号，我就觉得肚子疼得不像话，有什么湿漉漉的东西流了下来。
我出现了流产的征兆。明明2天前孕检时我还一切正常，都是因为喝了葛明华动了手脚的水，难不成那里面是流产的药？有了这个想法，我立马着手去查，跟我想的一样，我的身体里真的有流产药物的痕迹。我自己没有吃过，唯一的可能就是葛明华了。他不想让我生下这个孩子，甚至不惜让我流产。一个机灵，我想起了之前在抽屉里发现的避孕药，那一定也是葛明华放的。他从一开始就不想让我好好过。我咬着牙选择了流产。这个孩子我不能要，我和庞成绝不能再有任何牵连。这样狠心毒辣的女人，我不能让自己继续处在危险里。做完手术，我脸色苍白地回到家，刚迈进家门，眼瞅着庞成过来，我故意脚下一歪，整个人倒进他怀里，紧接着扯掉了早就准备好的血带。庞成把我抱起来的时候，满手是血，吓得他惊慌失措。葛明华又惊又喜，我从他眼里看到了兴奋。我闭上眼睛冷笑，开心吗？还有更开心的事情在后面呢。我流产了。庞成伤心不已。我知道他不是心疼我，是心疼那个孩子，或者说他太想要个儿子了。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自然瞒不住我爸妈，他们直接找上门，看见我病歪歪地躺在床上，我妈愤怒之下狠狠给了庞成2巴掌。我妈打完是我哥，庞成又挨了2脚。葛明华急坏了，你们怎么打人呢？是小燕自己身体的问题，挂不住胎，这也能怪橙子？你们家未免也太不讲道理了吧？讲道理？我哥冷笑，我妹妹都流产了，庞成居然还让她睡在书房，让一个孕妇整天这么辛苦，难道打她不应该？庞成怕我哥听到这话，根本不敢抬头。我看着心里一阵痛快，表面上依然不动声色。我儿子说的没错，我闺女怀孕了，本来就该全家人捧着哄着。你们家2个大活人在这儿都能把人照顾成这样，打你们怎么了？我妈冷笑2声。我说亲家母，你还是赶紧去厨房炖点汤吧，我们家燕燕需要补身体，这不是你一个婆婆应该做的事情吗？难道还要我教你？在气势上，葛明华怎么可能跟我妈比？被我妈3言2语就赶去了厨房。我可不敢让葛明华做饭，能给我水杯下药的人，人品能强到哪儿去？借着这个机会，我索性让爸妈给我找了个专门做饭照顾我的阿姨，让葛明华无法插手厨房的事情。葛明华耐着性子在我床边照顾了1星期。我大好的那天，他用眼睛狠狠剜了我2下。有的女人啊，一辈子就是没个娃，这叫命中注定。葛明华阴阳怪气，我也不生气，冷冷地盯着他。那是，我可不是你，庞成是你儿子，你后半辈子就不用担心了。这话成功让葛明华的脸都绿了。我又去庞成面前添油加醋，抹了2滴泪。你说我之前检查一切都好，怎么说流产就流产了？我也没有乱吃乱喝别的东西啊。貌似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当夜，我就听见庞成和葛明华在隔壁房间里吵得不可开交。这会儿夜已经深了，他们还特地压低了声音，即便这样，还是被早已留心的我听得清清楚楚。我就站在他们房门外面，听到庞成难以置信的声音：你疯了，她不能怀孕，谁能怀孕？李小燕是我老婆，我也可以替你生啊。葛明华迫不及待地说，我也是女人，她能为啥我不能？庞成，你都多大了，还生孩子？够了，是我一时糊涂，才上了你的当。阿成，跟我在一起吧，这房子是咱们的，没有那个女人，我们一样能过得好。你难道忘了吗？
之前咱们俩好的时候，你说过要娶我的。葛明华苦苦哀求。我冷笑，你们怎么能现在开始吵架呢？现在吵了，我接下来的好戏还怎么演？我故意碰响了客厅的摆件，屋子里的两人立马吓得不敢吭声。我又特意走路，发出很大的声响。心虚的庞成忍不住开门了。燕子，你怎么起来了？有点口渴，我喊你了，你都没理我。我委屈巴巴地望着他。我来。庞成忙不迭从我手里接过水杯。你和妈在吵什么呢？我忍住恶心，语气和往常一样。你们是母子俩，有啥矛盾不能好好说？妈年纪大了，你要让着她一点。庞成心不在焉地应着，根本不敢对上我的视线。我越温柔，葛明华就越焦躁。这种见不得光的丑事，庞成怎么敢将其曝光？他只能继续忍着，再忍着。其实内心对葛明华早已没有最初的温柔和缠绵了，这些变化我都看在眼里。我已经收集好了全部的证据。第一件事就是把葛明华外甥的工作给端了。葛明华这下坐不住了，敲开我的房门。柱子的工作做得好好的，为啥没了？我怎么知道？那让你爸妈再给他弄个好单位啊！葛明华冲进来就要拉扯我的衣服，被我一把甩开。他顺势倒在地上，额角碰到床边，哇哇大哭起来。来人啊！儿媳妇打婆婆了，晚辈对长辈动手，还有这样的天理吗？还是什么教授家的女儿呢？不要脸不讲理呀！他干嚎，脸上一点眼泪都没有。像这样撒泼的伎俩我已经看够了。等庞成回来，他闹得更狠了。听葛明华哭诉了一番，他皱眉看我，不就是个工作，你让你爸妈再安排个就是了，对你们家来说这又不是什么难事。葛明华闻言得意洋洋，他冲我翻了个白眼，我气得心口生疼。这就是我用了10年养出来的白眼狼啊！当初我爸妈帮忙，还是我去求了好久，为的不就是让葛明华能在亲戚们面前挺直腰杆？那会儿我以为她是我亲婆婆，想着到底一家人，庞成的表弟能早点出息，以后也能互相帮衬着。没想到我们家这么费尽心力，换来的却是这样的对待。我冷笑着对葛明华说：“你外甥工作的时候偷工减料，被人家当场抓住，要不是看在我爸妈的面子上，这会儿已经送到派出所了。”他喉间咕咚一声，低下头去。我又看着庞成：“你要是觉得这样不够，我拉着你去说情好了。反正我爸妈是觉得丢人，绝对不可能再去第2次。哎，到底是你亲妈的外甥，你也不能看着不管。这样吧，你就豁出去，不要工作，咱们俩去捞他一把。”我特地强调了亲妈2字。一听这话，庞成吓得魂飞魄散。开什么玩笑？他的好单位来之不易，怎么可能为了姘头的外甥白白葬送？他立马正色去教训葛明华，这种人以后就要少来往，还要去帮他，你不嫌骚得慌，我还嫌丢人呢。葛明华看着我的眼神，像是要将我生吞了。我垂下眼睑冷笑，还没完呢。我以小月子还没做好为由，拒绝和庞成同房。时间一长，身边还有个葛明华整日没脸没皮的引诱，他当然忍不住。这天我终于等到机会，庞成借口加班不回来吃饭，葛明华也说要出去跳广场舞，但我看他仔细梳妆打扮，还换了一条时髦漂亮的裙子，我就猜到情况不对。我打开手机，很快搜索到庞成的车，果不其然，车居然停在一家快捷酒店门口。这家快捷酒店距离我们家很远，看样子这对狗男女为了私会是迫不及待了。我又登录邮箱，查到了庞成的订房信息。看到这些，我的心
一阵阵愤怒的疼。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，我给派出所打了通电话。喂，你好，我要举报卖淫嫖娼。做完这一切，我继续忙碌于分析财产和换工作。我要走，就要走得干干净净，绝不给庞成再次找到我的机会。我也不会给庞成留1毛钱，哪怕婚内他该得的，我也不会留给他。别怪我心狠，要怪就怪这对狗男女毫无廉耻下限。忙完后，我就上床睡觉了。合眼之前，我故意把手机调整为静音。到了第2天早上，我手机上一堆未接，我不慌不忙收拾好，吃了早餐，电话终于又进来了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我慢条斯理地问。请问是庞成的妻子李小燕吗？我们这里是江南区派出所，从派出所领回了庞成和葛明华。我早已酝酿好了情绪。回到家，大门紧锁，庞成冲着我扑通一下跪在地上，左右开弓，给了自己狠狠2巴掌。燕子，我不是东西，你打我吧，你狠狠打我吧。我颤抖着举起手，连着给了他10几个巴掌，每一下我都卯足力气，直到再也打不动为止。我坐在椅子上，微微喘着气，看着庞成已经被我打肿了脸，一阵痛快。哈！之前他打我，现在我狠狠还回去，他连反手的胆子都没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反反复复地问，泪如雨下。直到这一刻，我才明白，这么多天的隐忍不是毫发无伤，我早已伤痕累累，只不过硬撑着一口气到现在，逼着自己直面真相。我发现真相本身就足够令人作呕。葛明华怯懦地支支吾吾，本来我们也不是亲母子，在一起睡一觉怎么了？我跳起来，对着他又是噼里啪啦10几个巴掌。他不甘被打，嗷嗷叫道：你敢动手？庞成，你是死的呀！你叫啊，叫的声音更大一点，最好把左右邻居都引来，让大家好好看看你们都做了什么龌龊事，不怕丢人是吧？我现在就去开门开窗子，你喊啊，让他们来帮你主持公道。我的嗓门比葛明华的还大，一声过去，庞成一把扯过他，也让他跪在我面前。葛明华一开始不乐意，被他扯着头发又打了10几个耳光，整张脸都打肿了，嘴里直冒血。我暗道一声痛快，顿觉浑身无力，双肩一沉坐了下来。从这天起，葛明华成了我们家的佣人，阿姨只管来做1日3餐，其余的事情都是葛明华的。他和庞成谁都不敢得罪我，一起夹着尾巴做人。饭冷了，我让他重新热；汤凉了，我直接连碗带菜一起盖在他头上。晚上他给我洗脚伺候，还要帮我洗衣服洗袜子。我说了，节约煤气，不准用热水。这寒冬腊月的天气里，葛明华冻得双手像个胡萝卜，他敢怒不敢言，因为是我去派出所把他们俩弄回来的，他们怕我手里的证据亮出来，这辈子就别做人了。呵呵，你说可不可笑？婊子和狗居然还知道要脸。有好几次，葛明华吃不消了，想让庞成替自己出气，可他高估了自己在庞成心里的位置，更低估了我对庞成的重要性。庞成的好单位就是我爸帮忙疏通的关系，他才能稳坐钓鱼台。在明知自己有短板的情况下，他怎么可能为了葛明华和我翻脸？果不其然，我欺负葛明华，他看见了就跟我一起，他都快疯了，两眼都是愤怒，却不敢声张。燕子姐，我的一个下属送了资料过来，麻烦在这儿签字。我下午拿去总经理办公室盖章。我揉了揉眉心，看了看资料，签好字。这女孩有点担忧地看着我，姐，你最近是不是不开心？我看你整个人状态都差了好多。
我强打起精神，没有的事，可能是昨晚没睡好。晚上我回娘家吃饭，妈妈轻轻抚着我的脸，燕儿，你看看你这小脸瘦的，都没精神了，这些天到底在忙什么？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还不如你妈我呢。我看了一眼镜子，顿时愣住了。镜子里的我满脸戾气，尤其是眼角眉梢，那浓得化不开的烦躁，整张脸看起来硬生生老了好几岁。我陡然清醒，是因为这段时间疯狂报复葛明华，已经让我的心态出现失衡。闭了闭眼睛，我知道差不多时间该收网了。吃了饭，我将父母和哥哥都叫进书房。这么大的事情我瞒不住，与其闹出来他们最后才知道，不如现在自己坦白。听了我的话，我爸妈都被气懵了。我哥忍无可忍，操，庞成把我们一家子当什么？当傻叉吗？敢这么愚弄我妹妹，耍我们一家人，我要弄死他不可！哥，我一把拉住他，我已经错了一次，不能再把你拉下水。什么叫拉下水？我为了我妹妹出气，欺负你就是欺负我们全家人。我哥还是火冒三丈，但是为了2个垃圾犯不着。再说了，这半个月来我已经打得够多了。我自嘲地笑笑，我有办法解决，只要哥帮我一个小忙。从书房出来，我们一家人都沉住了气。我赶回家，路上时心血来潮，用手机调开家里监控，果然听见庞成和葛明华在说话。这个李小燕也太过分了，你瞧瞧，这半个月我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。葛明华窝在他怀里痛哭，庞成抱着他不住安慰。是啊，他现在动起手来简直不是人。我冷笑，被狗男女骂不是人，这滋味真是新鲜了。这么下去，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我们是错了，但他这样是不是也太过分了？我一个女人就算了，一辈子在他脚边伏低做小，可你是个男人，你要这样被他拿捏到死。葛明华的话显然打动了庞成，我看到他脸色大动。你说的没错，可我们有把柄在他手里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弄死他得了。葛明华脸上的狠戾吓了我一跳。庞成断然拒绝了他的提议，但明显他没有真的放弃这种可能。我关掉监控，闭上眼，身体很累，但脑海中一片清明。年关将至，我忙到飞起，每天回家的时间都很晚，1日3餐也不在家里吃。仔细算算，我都快大半个月没见到庞成了。按照从前过年的规矩，庞成是一定要回老家的，去祭拜祖先，烧纸上香。今年又是他父亲刚过世的第1年，作为儿子不回去是要被家里亲戚戳脊梁骨的。忙完后，我找庞成和葛明华聊了一会，3人再次坐在一起。我恍如隔世，快过年了，今年咱们也得过去。爸，刚走都没满1年，这段日子我也想过了，有些事情强求不来，或许是我平时太强势了，才逼得阿成你有了别的心思，我也有错。这2句违心的话说的我都快吐出来，庞成却被感动得眼泪婆娑，只有葛明华还是一脸要吃人的样子。这样吧，咱们还是跟往年一样，年30晚上去你家里，让家里亲戚都来吃年夜饭。我像是做了个很重大的决定，一字一句地说着。庞成激动不已，过来就要握着我的手，但被我挡了回去。我这样不是说原谅你了，而是我也要面子。我说。庞成连连点头，我知道的。葛明华，那我就不去了，我可以回自己家。你作为庞成父亲的遗孀，怎么能不去呢？我故意点明这一点，刺激的葛明华眼底冒火。你让家里亲戚怎么看怎么说，大家都知道你被程子接到城里来享福了，你能不去？
庞成瞪起眼睛：“屁话什么？一起回去？没听燕子说了，跟往年一样。”葛明华咬着下唇，点点头。很快，我深吸一口气，递上一封离婚协议书，放在庞成面前：“签了吧？”我说。葛明华一看，真是喜从天降。庞成却傻了眼，他看看我，又看看离婚协议书，都快哭出来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爸那儿有个名额，可以拿到实验学校的学区房。你也知道现在实验学校的学区有多紧俏，不过这个名额只能给单身的人，还得付全款，所以我要跟你先办手续假离婚，然后再去买这套房子，为了以后的孩子着想。对了，婚内的财产全部放在我名下，至于原因，我想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我缓缓地说，然后仔细观察庞成脸上的表情，他果然忐忑不安，又惊又喜。那不成，既然是单人的，为什么不写橙子的名字？葛明华跳出来反对：“呵呵，你觉得换成是你，你会把房子写庞成的名字？就冲着他和你做的这点子事，你们是打量着我傻呢？我故意破罐子破摔，不答应算了，大不了我起诉，过年我也不会跟你们回老家了。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，不想过日子那都别过了。”庞成又把葛明华狠狠骂了一通，然后对我不断安抚，他总算答应离婚了，大约是看我还愿意过年跟他回家吧，觉得我并不是真的要离婚，他没得选，很快就签字了。我又等了30天冷静期，总算拿到了崭新的离婚证书，把离婚证放回我妈那儿。我回到家里收拾行装，准备和庞成回老家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们这边前脚出门，他们的东西就后脚被丢了出去。这是我和我爸妈一起商量好的。我开着新买的车出现在庞成与葛明华眼前，看着奢华的车标，他的眼睛都直了。我们开着这辆车回了他老家，还没下车，庞成就受到一群亲戚的簇拥。橙子真是出息了呀，这么好的车都买了哟，真漂亮。等会儿橙子开车带我们去兜兜风呗，刚好过年我们一家子要去山上烧香还愿呢，有车了真方便。庞成被捧得乐飘飘，整个人都快飞起来了。我呢，一样配合，就跟往常一样。一回到这儿，葛明华就摇身一变成了长辈，对我各种呼来喝去，让我帮忙摘菜洗菜打下手。我懂，他是想将之前的账都算回来。他大概以为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好意思闹开，于是越来越过分。庞成跟一群人赖在牌桌上下不来，他根本不管这里的事情。我嘴角挂着冷笑，好啊，再让你们快活几小时。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做好了，所有人济济一堂，足足摆了3桌饭菜。葛明华就像女主人一样招呼着亲戚们。堂屋里摆着一台大电视，这是我特地提醒庞成给家里买的新年礼物，足足75寸宽屏电视，挂在一面墙上，气派又华丽。别说今晚在这儿吃饭的亲戚们了，就连左邻右舍都忍不住跑过来看，眼底的羡慕根本止不住。我先在厨房垫了垫肚子，看着时间差不多了，先给我哥发了条信息，然后转身走进堂屋里，端起一杯酒。这一年我过得挺不容易的，我想庞成也一样。1年下来，我们还能聚在一起，不得不说这是缘分。我举着酒杯，笑道：“我敬各位长辈。”庞成见我这么会说话，早就开心坏了。我冷冷凝视着他：“庞成，我们俩认识10年了，结婚4年，我对你怎么样，你比任何人都清楚，称得上掏心掏肺也不为过吧？”庞成感慨：“燕子，夫妻就不说这些见外的话了。大过年的，是啊，大过年的，
我准备了一些惊喜给大家，大家慢慢看吧。说着，我点开电视里早就准备好的视频，只见大屏幕一亮，出现的是一段我们家里的监控画面。只见庞程和葛明华抱着吻在一起，从客厅沙发一直到主卧，然后在房间里发出令人遐想无限的声音。没错，我买的监控都是高级货，声音都能完全录下来。橙子，快点快点，给我！老贱货，这个年纪了还这么饥渴，老头之前满足不了你，你爸有什么用啊？哪有你好？紧接着又是一阵吻在一起的啧啧声，我哈哈大笑，眼泪都笑出来了。一屋子叔伯长辈都震惊无比。葛明华最先反应过来，抢着要关掉电视，可惜遥控器早就被我抢先一步藏起来。庞程愣在原地傻了眼，显然是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出，他疯了一样朝我扑过来。贱货，你敢玩我！咣当一声，大门被踹开，我哥到了。庞程哪里是我哥的对手？况且他也不是一个人来的，我哥带了一圈他公司里的保镖，一个个5大3粗，人高马大的，足足有15个人。他们将我护在后面，把我哥和庞程隔开。所有人眼睁睁看着庞程被我哥狠狠揍了一顿。你给我听清楚，小子，这就是你伤害我妹妹的下场！我哥拍着庞程已经肿了的脸警告，再想出幺蛾子，我就把你们这些光荣事迹发给每一个认识你的人，明白吗？庞程吓得尿了裤子。我和我哥离开，坐在车里，我终于忍不住落泪，不是不舍，而是太痛快了。为了这一刻，我忍了这么久，总算得偿所愿。别哭啊，妹子，听哥的话，好男人多的是，咱们慢慢再找。我哥像小时候那样狠狠揉了揉我的脑袋。这时保镖汇报，李先生，后面好像有人在追咱们的车。我从后视镜看了一眼，发现竟然是葛明华，他的2条腿可比不上4个轮子，怎么可能追得上？我看着他，嘴里不知叫骂着什么，突然摔了一跤，翻进了旁边的田埂里。收回视线，我深吸一口气，你说的对，咱慢慢再找。尾声，我在去庞程老家之前就准备好了所有手续，辞职、换工作、换房子，所有事情都办得妥妥当当。过了年，我就开始迎接自己全新的人生。原先的房子被我妈卖掉了，这回我买了一套单人公寓自己住，剩下的钱拿去搞投资，这样一边工作赚着薪水，一边还有外快入账，真心美滋滋。那工作我本来就不想要了，要不是为了照顾庞程，我也不会选那份工作。现在的职位、薪水我都很满意，工作内容也让我十分惊喜。做了半年，我就被上司在公开的大会上表扬了2次，但我爸妈却着急了，因为我年纪不小了，被庞程蹉跎了10年，现在也迈入了奔3的年纪，他们急着让我成家。我也不像年轻时那么抗拒，答应了家里的相亲。这次相亲很特别，我是出差去另外一个城市，刚好这个相亲对象也在这个城市开会，我们都是很忙的人，决定赶巧碰一面。但我没想到这么赶，就在机场的咖啡店里，这个名叫林茂的男人请我喝了一杯拿铁。不好意思，李小姐，我这边2点的飞机。他很有礼貌，也很谦和，说话时不卑不亢。理解的，天选打工人，我也一样。林茂没想到我会这么风趣，他大概以为我会生气，耸了耸肩笑道，这顿先欠着，等我回去了专程再请你吃晚餐，先聊一会儿吧，万一不合适，你也能省顿饭钱。我笑了笑，林茂被我逗乐了，
一个拿着公文包的大总裁范的男人，居然在机场里笑得合不拢嘴。我们聊了短短半小时，却意外的投机。林茂和我交换了联系方式，我刚要转身，突然不远处一个人影盯着我，我下意识地看过去，是庞程。半年不见，他已经完全变了个样子，仿佛硬生生老了10多岁。他见我看过来，下意识地收回视线，手里的操作慢了一步。他被身边坐在轮椅上的葛明华狠狠抽了2下，快点把这边弄干净，你个没用的窝囊废，狗东西，还不如你爹。接下来的话骂得更难听。我摇摇头，当作没看见，信步离开。葛明华追我们的车时摔倒，整整一夜无人问津。等天亮送到医院，已经晚了。他下半身彻底瘫痪，后半辈子与轮椅密不可分。庞程也不敢回到我们原先的城市，哪怕我们没搞掉他的工作，他还是自己主动辞职离开。看样子他们一辈子都得隐姓埋名过着辛苦的生活，而这些已经跟我没关系了。我已涅槃重生，活出自我。1年后，我和林茂结婚。婚后1年，我有了一个活泼健康的可爱女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